这里是北京的大觉寺，因为一株千年银杏树，让大觉寺成为了北京知名的赏秋打卡地。这两天，大觉寺银杏树迎来了一年中的颜值巅峰。看看这棵银杏王，树冠庞大，伟岸探天，确实好看。大觉寺始建于辽代，明重建后改为大觉寺，这里也叫西山大觉寺、赤剑大觉禅寺。现在跟着我的脚步来参观一下大觉寺，各有一个碑亭。进入寺内，首先看到一个展览：乾隆皇帝和大觉寺。大觉寺是一座拥有丰富历史遗存的千年古刹，这里人文荟萃，但是最灿烂的一段时光还当属乾隆年间。这位功绩卓著的皇帝多次来到大觉寺，题写了50多首优秀的诗歌，留下了动静等观、无去来处、气云轩等经典匾额。大觉寺的很多山石碑亭都留有乾隆帝的真迹。现在是进入大觉寺的第一进院落，在院落的两侧有玉碑亭2座，这个是南侧的玉碑亭，里面刻有乾隆12年重修大觉寺的缘起和经过。大觉寺以清泉、古树、玉兰，环境优雅而闻名。这里有古树100多棵。现在看到的是功德池，也是放生池，池上建有一座石桥，将池水一分为2。这里环境优美，乾隆帝还在这里赋诗一首，其中有一水无分别，连开2色齐，右白而左红，是水与分宜。这左边真的有不少的红叶。再往前就是钟楼和鼓楼，趁着旁边的翠竹、红墙，拍照非常美。前面就是天王殿，这是天王殿，建于明代。穿过天王殿，前面就是大雄宝殿了。不过这里正在维修，其实之前就知道这里的大雄宝殿正在维修，本来不想过来，但还是不想错过一年最美的银杏季。大雄宝殿的后面就是千年银杏树了，这里也是今天参观的重点，跟我一起好好的欣赏一下这里。今天虽然是非周末，但是游客也不少。走上台阶，左边是无量寿佛殿，大殿上一个匾额，动静等观，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笔所赐。在大雄宝殿和无量寿佛殿之间，就是这棵千年古银杏树。银杏树前上下左右很多人都在拍照，只可惜这个大雄宝殿正在维修，这些围挡作为背景拍出来不太好看，只能尽量避开这些围挡来拍照。今天的天空很蓝，映衬的这棵银杏树也非常的金黄灿烂。大觉寺里有4棵银杏古树，这是其中最老的一棵，树龄已经1000年了。这棵银杏树高25米，树干周长有7.5米，要7、8个人才能够合围抱拢，真的可以用蔚为壮观来形容它的风姿。
乾隆皇帝也曾写诗赞誉：古柯不计数人为，叶茂孙枝绿阴肥。世外沧桑月如幻，开山大定记依稀。这2年我在北京赏秋的时候拍过不少银杏树，这个大觉寺算是树龄最久的。不过北京的古寺里的银杏树真的太多了，加上今年这里的大雄宝殿正在维修，所以拍出来的并没有想象的这么壮观。一阵秋风吹来，树叶飘了下来。所以如果想来大觉寺看银杏的，要抓紧这2天过来了。再来看这个无量寿佛殿的邓敬等冠匾额，这是乾隆皇帝御笔所赐。非常有趣的是，这块匾也可以反过来理解，即观等静动。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不要着急去做，可以先给予观望，等待时机，同时静心思考，最后再付诸于行动，很像我们常说的三思而后行。无量寿佛殿的后面是大悲坛，大悲坛2层悬挂着一个匾额，最上法门。这块匾额是醇亲王，但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所题的。这个大悲坛里现在有一个展览，是关于这个千年古刹大觉寺的历史展览。这个展览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千年古刹的历史。大悲坛的后面有个寺庙的园林，这里有非常漂亮的建筑和历史古迹，而且这里现在正是秋色正好的时候。园林里有一座白塔，这里也有很多的彩林，非常的漂亮。很多游客在这里休息，甚至吃饭。白塔的后面有个龙王堂，龙王堂的四周都是碑刻。尤其是有很多乾隆留下的诗句碑刻。园林中还有一个领药亭，建于雍正年间，造型非常的古朴雅致。乾隆帝也曾赋诗：山水之趣此领药，赋予山僧月小年。这边可以一览全寺风景，而且颇有些乡野趣味。下山从中路的旁边走一走，这边是大觉寺的南侧，有一片具有传统园林风格的建筑，非常的清幽雅致。在山坡上还有一个建筑，这个建筑上写着气云轩3字，这也是乾隆皇帝的御笔。这边确实感觉像是皇家休息的地方。大觉寺有很多的景色可观，其中有古寺兰香、千年银杏、老藤祭柏、蜀里祭柏、灵泉泉水、辽代古碑、松柏抱塔、碧韵清池这8景。
我们现在来到的也是必去的一个地方，在四宜堂院内。这里现在是一个茶院，坐在这里喝壶茶休息休息非常好。这个就是四宜堂。这个四宜堂的名字是雍正所赐，意为春夏秋冬四季皆宜的意思。而乾隆也曾为这里写过诗：四宜春夏秋冬景，了时色空生灭缘。这里最著名的是这个院子里栽有北京地区树龄最长的白玉兰。每年春天的时候，很多游客会专程来这里看这个白玉兰。这个白玉兰的树龄超过了300岁，玉兰树冠非常的庞大，所以很多人会清明前后来这里赏玉兰，而秋天的时候来这里看银杏。大觉寺离市区并不近，但也有公交到达。11月初正是大觉寺银杏树叶最漂亮的时候，如果想看这里的千年银杏树王，抓紧时间过来看吧。